闺蜜跟我绑定了热量互换系统，她吃的每一口饭都会胖到我的身上。前世她开直播营造白幼肉大胃王人设，赚得盆满钵满，我却在短时间内胖到250斤，被男友挂在网上，被骂大胃带女梁子，直到我全身器官衰竭，含恨而终。再睁开眼，我回到了闺蜜林婉婉要跟我绑定系统的那天。李李，这是我去寺庙为你求的平安扣，你一定要贴身带着哦。我看着她眼底藏不住的恶毒，强压下心头的恨意，接下了玉佩。林婉婉，这一世该还债了。周末，我借口探亲回了乡下外婆家。外婆家养了一头正在哺乳期的老母猪，叫大花，是全村最能吃的大母猪。我忍着猪圈里的恶臭，把那枚带着林婉婉送我的玉佩绑在了大花的脖子上。热量互换对象已确认。今晚，林婉婉的大胃王首秀直播准时开启。直播间里，她面前摆着5屉小笼包、5个大肘子，还有5大杯全糖奶茶。弹幕疯狂刷屏，这是作秀吧？这么瘦的身材，怎么可能吃下这么多？不知道吧？大胃王都是吃了吐了吃的。我们家婉婉就是能吃，嫉妒了吧？林婉婉在观众的质疑中，一口气吃掉了5屉小笼包，无假吃，无剪辑，无催吐，在线人数直线上升，直播间礼物一个接着一个，直播间都在刷神仙体质，白又瘦美女大胃王天花板。我看到男友顾泽宇在直播间刷了10个嘉年华，真是讽刺。他和我谈恋爱，出去吃饭都不舍得掏钱。在礼物特效中，林婉婉得意地弯起嘴角，一口咬下满是肥油的肘子。与此同时，我站在外婆家猪圈外看直播。她咽下肉的瞬间，大花突然兴奋地哼唧。大花感应到了源源不断的热量涌入，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是开胃菜。大花饿得开始疯狂拱槽。我立刻拎起满满一桶混合着玉米面和剩饭的猪食倒进槽里，大花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吞噬着满满一槽的泔水。直播间的林婉婉突然停下啃肘子的动作，表情凝重，好像感受到了什么。林婉婉捂着肚子，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发白，她感觉胃里正在疯狂膨胀。明明才吃了5屉小笼包和1个肘子，对平时有系统加持的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现在一股极其强烈的饱腹感直冲天灵盖，连带着她那件紧身的辣妹吊带都勒得她有些喘不过气来。大花吃得越猛，直播间里的林婉婉就越难受。宝宝们，婉婉今天好像吃的有点急，我也有点岔气了。在顾泽宇满屏的晚宝快去休息的弹幕中，他狼狈的光速下播。关掉摄像头的瞬间，林婉婉冲进卫生间扣喉咙，试图催吐缓解。接着她急躁地踩上了体重秤，数字跳动，最终停在了92斤。虽然只胖了2斤，但她原本盈盈一握的小腹，此刻竟然微微凸起了一小块软肉。不可能！系统明明绑定了江离那个蠢货，难道江离发现了问题，偷偷把玉佩摘下来了？刚接通林婉婉的视频通话，她刺耳的责骂声就传了过来。江离，你这2天到底干了什么？我送你的玉佩呢？我把眼睛揉得通红，捂着脸崩溃大哭出声。婉婉，你来的正好，我活不下去了。我这几天为了控制体重，每天1顿蔬菜沙拉，竟然莫名其妙胖了5斤，整整5斤啊！我扯开睡衣的领口，露出脖子上挂着的那枚玉佩，绝望地哭得声嘶力竭。林婉婉紧绷的肩膀瞬间放松了下来。我继续开演。下周就是张导那部大制作古装剧的女配面试了，我准备了半年，我现在胖了一大圈，连定制的戏服都穿不进去了。林婉婉眼底的慌乱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狂喜与得意。她早就嫉妒我那张脸和被星探看中的好身材，现在听说我的重要试戏要泡汤了，她简直比中了彩票还高兴。她以为自己长得2斤只是系统刚开始运行的延迟。林婉婉假惺惺地安慰我：哎呀，黎黎，别难过，可能是你压力太大，内分泌失调了。这玉佩能保平安，你可千万别摘。试戏去不了就算了，身体最重要呀。好一出姐妹情深的戏码。等她心满意足地挂掉视频电话后，我脸上的眼泪瞬间收住。我走到镜子前，冷冷地摩挲着脖子上的玉佩。重生那天，我就去花200块钱1比1定制了这块玻璃仿制玉佩。真正的玉佩，现在正稳稳地挂在乡下大花的脖子上。我掏出手机，直接给村里的榨油坊打了个电话。林婉婉，
今晚的直播该加餐了。今晚婉婉要直播挑战吃50个汉堡，如果挑战失败，就直播接受网友们提出的一切惩罚。一开播，林婉婉的直播间人气迅速突破了10万，镜头前50个高热量汉堡都成了一座夸张的小山。宝宝们，看婉婉今天怎么把这些全部消灭。此刻的乡下，我刚从榨油坊提回了10斤最肥腻的生猪板油，我将猪板油熬化，厚厚的拌在10斤白米饭和泔水里，端到了大花面前。随着大花在猪槽里吞下第一大口高热量的猪油拌饭，直播间里的林婉婉刚好咽下第2个汉堡。突然，她感觉腹部涌起一股诡异的肿胀感，原本平坦的小腹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凸起。她看着汉堡有些反胃，我靠，这才吃了第2个就吃不进去了，什么大胃王啊？还50个，吹牛谁不会啊？别刷了，婉婉也没说不吃啊。弹幕吵成一团。就在林婉婉想要解释的瞬间，直播间经历了短暂的死寂后，瞬间炸开了锅。说好的接受直播惩罚还算数吗？不会是就想接受惩罚？什么惩罚都行吗？宛平污言秽语的弹幕刺痛了双眼，林婉婉慌乱的用手拼命捂住肚子上溢出来的软肉。黑屏下播。我打开偷偷装在他家里的监控，看到他踩在体重秤上，短短2天时间，他竟然胖了整整15斤。江离这个臭女人，她肯定是因为错失了是机会，在乡下自暴自弃、暴饮暴食啊！婉婉，你今天直播怎么搞的？这我们还怎么带货赚钱啊？都是因为江离吃了那么多，我才会吃不下。不行，不能再让他这么吃下去了。我要迅速瘦回90斤，保住大胃王人设，继续直播圈钱。林婉婉眼底闪过一丝狠毒，当即决定和顾泽宇连夜包车杀到乡下。我发誓要全天都亲自盯着江离，哪怕是把他的嘴缝上，拿鞭子抽着他去疯狂运动，也要逼他把这些肥肉减下去。而此时的乡下，我正端着一盆发酵的泔水站在猪圈旁。是顾泽宇发来的一条微信定位共享。宝贝，我好想你，我和你闺蜜来看你了。我想起前世的一桩怪事。那天林婉婉直播吃了变质的刺身，当晚我就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她却半点事没有，还发文说自己铁胃，是神仙体质。难道这系统不只能赚热量，摄入的毒素也全都会反噬到对方身上？我瞬间定了神，3两步冲进猪圈。大花正带着刚生的小猪仔哼唧，我伸手摸了摸它的脖子，那枚翠绿的玉佩还稳稳地嵌在它的厚皮下。黎黎，出什么事了？外婆，接下来几天麻烦您帮我好好喂大花，越脏越变质的泔水、烂果子、过期粮油越好，越多越好，别让外人进猪圈。黎黎放心，外婆知道了。这是江离家吧？江离，我进来了。还在。江离，你果然在这乱吃乱喝。江离，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怎么能吃这种垃圾东西？我能怎么办？张导的事情彻底泡汤了，连你送我的平安扣都没用，我的事业全完了。哎呀，黎黎，别难过，跟我们回城，我帮你，一定让你瘦回去。平安扣能保平安，你可千万别摘。我半推半就被他们拽上了车。林婉婉，你亲手打造的地狱，该你自己住进去了。一回到城里，我就被林婉婉锁进了她家次卧。冰箱、零食柜被她上了锁，所有的现金、银行卡，甚至连我的手机都被她收走了，只有一个我偷偷藏着的老人机和一桶清水。江离，从今天起，你每天只能喝清水，我都是为了你的事业呀。你别怪我狠心，这是专门为你设计特训。顾泽宇靠在门框上，眼神冰冷，没有半分昔日的情分。我低着头，假装害怕的浑身发抖，手指却在老人机的按键上忙打给外婆发了提前编好的短信。外婆，给大花加双倍的量，越变质越好，今晚8点前喂。发完短信，继续低着头，装作被他们吓住的样子。林婉婉看着我这副懦弱的样子，满意的笑了笑，转身走出了房间，锁上了门。我靠在门上，听着她在客厅里和运营打电话，商量着今晚的直播挽回方案。他以为把我锁起来就能控制住系统，太天真了。真正的绑定对象现在正在乡下，等着吃他给的大餐呢。为了挽回崩塌的人设，林婉婉当晚就紧急开启了直播。镜头前，她化了厚厚的浓妆，遮住了额头上冒出来的红肿痘痘，特意穿了一件宽松的白裙子，遮住了微微凸起的肚子。
宝宝们，对不起，上次直播是我突发肠胃感冒，让大家失望了。今天婉婉给大家道歉，挑战100根爆汁烤肠，全部吃完，无剪辑，无催吐。弹幕瞬间刷了起来，有期待的，也有嘲讽的。真的假的？上次才吃了2个汉堡就崩了，这次敢挑战100根？别又是翻车现场吧！我先炖一个。我们婉婉就是天生铁胃，黑子别酸。可又一次，他才刚吃下第3根烤肠，脸色突然煞白，捂着肚子猛地弓起了身子。下一秒，一阵清晰的长鸣声传遍了整个直播间，他再也忍不住，夹着腿，捂着屁股，疯了一样冲向卫生间。大胃王直播现场窜稀，这就是所谓的铁胃神仙体质。我靠在次卧的门上，听着卫生间里传来的惨叫和冲水声，笑得肩膀直抖。外婆的效率果然够高。那场直播窜稀的事故让林婉婉的口碑跌到了谷底，她确实火了，全网都在玩梗嘲笑她。之前签的几个品牌方也第一时间发来了警告函。她关了直播，在卫生间里蹲了整整1夜，拉到脱水。从卫生间出来后，她第一件事就是踩上体重秤，看着秤上的数字，眼睛瞬间红了。113斤，短短1夜，她又长了8斤。她走到镜子前，发现自己的脸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红肿脓包。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把我锁在房间里，不让我吃一口东西，为什么自己还在长胖，变成这个样子？他不知道的是，昨晚外婆给大花喂了满满1大桶饭店收来的变质泔水，还有发霉的玉米和烂掉的水果。大花皮糙肉厚，吃了半点事儿没有，奶水反而更足了。可所有的热量和毒素全都精准地反噬到了林婉婉的身上。你加在我身上的痛苦，我才刚还给你1/1000。为了保住自己的账号，也为了不赔巨额的违约金，林婉婉咬着牙，还是决定继续直播。她去医美机构给自己脸上贴了厚厚的硬冷敷贴，又戴了个超大的口罩，只露出1双眼睛，再次开启了直播。大家好，我只是过敏。脸上的痘痘从口罩下露了出来，刚好被镜头拍得清清楚楚。在线人数瞬间暴跌，礼物直接停了。林婉婉看着屏幕上的弹幕，一句话没说，赶快黑屏下播。她转头就打开我的房门，冲了进来。都是你，奖励你怎么还不收？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眼里蓄满了泪水，心里却冷笑不止。林婉婉，别急，你的报应刚刚开始。那一耳光彻底打碎了林婉婉最后一点伪装，她不再装什么好闺蜜，每天像看守犯人一样盯着我，逼我每天跳健身操，只给我喝2口清水，稍有不顺心就对我拳打脚踢。顾泽宇更是对我百般羞辱。这么胖，你还怎么有脸活在这个世上？我全程逆来顺受，假装被他们折磨得没了脾气，实则一直在等一个机会。这天，林婉婉去医美机构做修复，把手机落在了家里。我把她的手机连上我的电脑，用专业的恢复软件一点点恢复她早就删除的聊天记录。前世我到死都想不通，我明明只是肥胖，怎么会突然全身器官衰竭，走得那么快？可随着一条条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被恢复，真相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扎进了我的心脏。一条条，一句句，全是他们精心策划的杀人骗局。林婉婉、顾泽宇，你们欠我的命，我要你们用1辈子来还。医生说林婉婉脸上的痘痘是严重的内分泌紊道加毒素堆积，根本没法用医美修复，只能先调理身体。可她根本等不及，之前签的几个品牌已经因为她连续的直播事故发到了正式的解约函，要是再拿不出挽回的方案，就要损赔上千万的违约金。她咬着牙，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这场直播上。她特意换了最大码的宽松卫衣，遮住了越来越胖的身材，脸上糊了3层粉底加遮瑕。晚上直播，林婉婉面前摆了一堆小龙虾，还有几杯全糖奶茶。宝宝们，今天婉婉给大家挑战20斤小龙虾，全部吃完，无剪辑，无催吐。而此刻的乡下，外婆正给大花喂着满满1大桶加了整整5斤猪油的泔水。大花吃得正欢，源源不断的热量正疯狂涌入林婉婉的身体。她越吃越难受，手都开始抖。刚想放下小龙虾说休息一下，就听见滋啦一声，她身上宽松的卫衣
竟然被撑得从侧面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圆滚滚的肚子直接露了出来。直播间瞬间死寂，紧接着彻底炸开，弹幕刷得像瀑布一样，品牌方的运营直接在弹幕里刷满了解约。之前说自己90斤，现在这得有170了吧？就是骗子，取关了。林婉婉眼前一黑，直接晕在了镜头前。林婉婉衣服裂开的话题瞬间冲上了热搜榜首。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沙发上，顾泽宇坐在一旁，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第一件事就是扑到体重秤上，数字疯狂跳动，最终停在了168斤。短短几天，他从90斤的白幼瘦暴涨到了168斤。江离，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我让你减肥，让你别吃东西，你怎么还在胖？婉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悄悄打开了藏在袖口的录音笔。我每天都只喝清水，跳10个小时的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送我的那个玉佩是不是有问题啊？玉佩能有什么问题？那是我给你求的平安扣。可是我戴上它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胖。婉婉，是不是就是这个玉佩有问题？你是不是故意害我？被我戳中心事，林婉婉瞬间破防，脱口而出：是我就是故意害你。那玉佩是热量互换系统，你吃的所有东西胖的全是我。我本来能靠这个赚几千万，全被你这个贱人毁了。他歇斯底里的喊着，完全没注意到我袖口的录音笔正在忠实的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们不是最好的闺蜜吗？闺蜜？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凭什么长得比我好看？凭什么能被导演看中？你就该当我的替向阳，胖死在那个出租屋里。录完了想要的内容，我慢慢收住了眼泪，眼底只剩下冰冷的恨意。林婉婉，你亲口承认的罪证，我都好好收着了。这场歇斯底里的发泄之后，林婉婉的身体彻底垮了。当天晚上，她就发起了高烧，体温一路飙升到40度，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嘴里还在不停地骂我。顾泽宇把她送进了医院，做了全套的检查，可结果出来，所有指标都正常，根本查不出任何病因。医生只能给她开了退烧药和输液。更让她崩溃的是，每天早上醒来，枕头上全是大把大把掉的头发。原本浓密的长发变得稀疏古黄，发际线疯狂后移，连头皮都快遮不住了。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把我看得死死的，为什么还在疯狂长胖，还得了这查不出病因的怪病？我提着保温桶去医院看他，假装一脸担忧。滚！江离，你给我滚！都是你害的我！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同情。前世我躺在病床上，全身器官衰竭，被他和顾泽宇骂成死肥猪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半分同情。林婉婉住院的这几天，彻底迎来了事业的全面崩塌。之前和他签约的10几个品牌方，在看到他连续的直播翻车、烂脸流脓、身材暴涨的新闻后，集体发布了解约声明。不仅如此，每个品牌方都发了律师函，要求他赔偿违约金，加起来足足有2000多万。平台也给他发了通知，因为他多次直播事故，违反了平台规定，直接封禁了他的直播账号，还冻结了他账户里所有的佣金。一夜之间，他从风光无限的大胃王头部主播，变成了负债累累的过街老鼠。他躺在病床上，看着手机里的解约声明和律师函，气得眉头死死拧在一起。顾泽宇看着这一堆烂摊子，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之前对他的温柔体贴，全都变成了不耐烦。林婉婉，你现在打算怎么办？2000多万的违约金，我们拿什么赔？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搞什么大胃长直播，你不听。现在好了，全完了。你现在怪我了？当初是谁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是谁给我刷嘉年华涨人气的？现在出事了，你就想甩锅了？不然呢？你现在又胖又丑，脸烂了，头发也快掉光了，还欠了几千万的债，我跟着你能有什么好处？说完，他转身就走，留下林婉恒一个人在病房里哭得歇斯底里。我站在病房门外，听着里面的争吵。别急，这只是开始，你们两个狗咬狗的戏码还在后头呢。林婉婉出院之后，整个人变得更加阴毒偏执，她把所有的不幸都怪在了我的头上。她变本加厉地折磨我，不给我饭吃，不让我睡觉，
稍有不顺心就对我拳打脚踢。我假装被他折磨得精神崩溃，实则一直在找机会套出他合谋骗保杀人的完整证据。这天，他又因为催债的电话喝得酩酊大醉，坐在客厅里，一边摔东西一边骂我。我端着一杯水走过去，低着头，假装害怕地说：“婉婉，你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是我毁了你的直播事业。”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江离，你知道吗？本来你才是我的替罪羊。我心里一动，知道机会来了，赶紧装作好奇的样子。婉婉，你还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和泽宇早就给你买了1000万的意外险，等你胖到200斤，我们就给你下药，制造意外猝死的假象，拿到那1000万，我们就远走高飞。我浑身发抖，不是害怕，是恨的。我强压着心头的恨意，继续套话：“你们怎么敢的？就不怕被警察发现吗？发现？谁会怀疑一个250斤的胖子猝死？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说你是暴饮暴食死的，根本不会有人查到我们头上。”他醉得迷迷糊糊，把那些事儿都秃噜了出来，完全没注意到我开着的录音，把他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录了下来。录完完整的杀人骗保口供，我慢慢站起身，看着醉倒在沙发上的林婉婉。林婉婉，你亲口承认了杀人骗保的阴谋，这下你再也翻不了身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录音里林婉婉说要独吞保险金，把所有罪责都推给顾泽宇的片段剪了出来，用匿名邮箱发给了顾泽宇。前世顾泽宇是帮凶，他不仅帮林婉婉监视我，还亲手把下了药的水递给我，最后更是把我胖到250斤的照片发到网上，煽动网友网暴我，让我到死都背着骂名。我要让他们两个互相撕咬，最后一起坠入地狱。顾泽宇收到邮件的当天，就疯了一样去找林婉婉，他们约在一个高档餐厅。林婉婉，你敢耍我？顾泽宇，你疯了！你说要把所有罪责都推给我，说拿到保险金就独吞。林婉婉，你他妈真够狠的！林婉婉听到录音，脸色瞬间煞白，以为是我告的密。不是的，泽宇，你听我解释，是江离，是那个贱人陷害我。我抱着胳膊，冷冷地等着一场好戏。不是的，泽宇，你听我解释，是江离，是那个贱人陷害我，录音是他伪造的。伪造？顾泽宇冷笑一声，反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我和泽宇早就给你买了1000万的意外险，等你胖到200斤，我们就给你下药，制造意外猝死的假象，拿到那1000万，我们就远走高飞，最后再把所有罪责都推给泽宇，我一个人独吞保险金。这声音是不是你的？我听不出来。我为了你背叛了江离，帮你做了这么多事，竟然想把我当替死鬼？我没有！你这个渣男！当天晚上，林婉婉和顾泽宇互撕的视频就传遍了全网。视频里两个人互相打骂，揭对方的老底，瞬间引爆了热搜，10几个热搜挂在榜上，全网都在骂他们两个是人渣。哼，林婉婉，这一次我看你要怎么翻身。林婉婉彻底社死，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就在林婉婉和顾泽宇被全网痛骂的时候，我注册了自己的抖音账号，我剪掉了留了多年的长发，换了清爽的短发，拍了第一条视频。视频里我穿着简单的白 T 恤和牛仔裤，对着镜头跳了一段舞蹈。前世我就是因为被系统绑定，疯狂长胖，错过了张党岛那部古装剧的试戏，被林婉婉抢走了角色。她靠着那个角色圈了一大波粉，彻底坐稳了头部主播的位置。现在的我不仅没有长胖，还因为每天的运动，身材比前世更好，气质也更加出众。这个姐姐也太好看了吧，跳舞好好看。她是不是之前林婉婉说的那个胖闺蜜？我就说林婉婉是骗子吧，果然是她在撒谎。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我的账号，粉丝量一夜之间暴涨，从1000直接涨到了5万。我趁热打铁，又发了几条我试戏的片段，还有日常健身跳舞的视频，粉丝量涨得更快，不到1周就突破了10万。这是张导。张导的团队也看到了我的视频，
直接给我发了私信，邀请我去参加那部古装剧女配的试戏。看着手机里的试戏邀请，我眼眶瞬间红了。那些被林婉婉抢走的一切，我要一点一点全部拿回来。而另一边的林婉婉彻底陷入了绝境，她关掉了手机，把自己锁在出租屋里，不敢见任何人。更让她绝望的是，她的身体还在疯狂的恶化，哪怕她每天断食，只喝清水，体重还是在疯狂暴涨，一路涨到了190斤，整个人肿得像个气球，之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上了，连走路都喘得不行。最可怕的是，她原本浓密的长发，现在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露出了光秃秃的头皮。她甚至去庙里找了大师，想问问是不是撞了邪。可大师一看到她，就摇着头说她身上戾气太重，害人终害己，转身就走了。这天，他终于冲进了我的房间，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江离，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前世我胖到250斤，被全网骂成死肥猪大胃呆的时候，她正穿着漂亮的小裙子，在镜头前卖惨，说自己有个暴饮教食的胖闺蜜，赚得盆满钵满。婉婉，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不是想靠大胃王人设赚钱吗？怎么现在受不了了？他被我怼得说不出话，愣在原地。突然，他猛地反应过来，死死地盯着我脖子上的玉佩，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儿。他之前一直以为是我偷偷吃东西才导致他长胖，可现在我每天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只喝清水，疯狂运动，根本不可能吃任何东西。一定是这个玉佩有问题，果然是你搞的鬼！这块假玉佩是我花200块钱定制的，外观和真的一模一样。可仔细看，里面没有系统的纹路，质感也完全不对。林婉婉越看越慌，手指都开始发抖。她拿起玉佩狠狠砸在地上，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的能量，就是一块普通的玻璃。假的，竟然是假的！江离，真的玉佩呢？你把真的玉佩藏哪儿了？你说呢？你以为我还会傻乎乎的带着你给的玉佩当你的替罪羊吗？是你，果然是你！你把玉佩换了，你到底把它藏哪儿了？林婉婉，你不是喜欢吃吗？不是喜欢把你的热量转给别人吗？我给你找了个最合适的绑定对象，他比我能吃多了，每天能吃几10斤的泔水。你吃的那点东西，对他来说连塞牙缝都不够。你把玉佩绑给谁了？我把它绑在了我外婆家那头全村最能吃的哺乳期老母猪大花的脖子上，我一字一句把真相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她。不可能！我竟然和一头母猪绑定了！我竟然和一头猪互换了热量啊！江离，你这个臭女人，我要杀了你！他彻底疯了，从地上爬起来，冲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就朝我冲了过来。我早有准备，反手锁上了次卧的门。他拿着菜刀疯狂地砍着房门，整个人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江离，把玉佩给我换回来，不然我杀了你！你要是不换，我就把你和我绑定系统的事全都说出去！我要让你脸身败名裂！我靠在门后，冷冷地听着他的威胁，心里没有半分害怕。他想鱼死网破，可惜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拿出手机，点开了早就编辑好的文章，这里面有他承认绑定系统害我的录音，有他和顾泽宇合谋杀人骗保的完整证据，还有他和顾泽宇网暴我的实锤，以及所有的保险单截图。我没有丝毫犹豫，按下了发布键。发布的同时，我也把所有的证据全部整理好，交给了警方。资料提交之后，很快引起了重视，立刻立案调查，当天就发布了通报。出租屋外响起了警笛声，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顾泽宇也收到了消息，他知道自己做过的事一旦曝光，他这辈子就完了。他连夜收拾了东西，卷走了林婉婉账户里仅剩的几10万存款，还有之前偷偷攒下的私房钱，买了一张去边境的车票，想要跑路。他刚到车站，就已经被提前赶来的相关人员拦了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都是林婉婉，是她一直在逼我，这些事儿也都是她先提出来的。为了给自己找退路，他很快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还翻出了更多过往记录。而另一边的林婉婉在意识到局面已经彻底偏离掌控之后，也终于崩溃了。江离带着一段视频去了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他咨询了一位年轻的医生，手机里是监控器的画面。医生，这是不是精神病？
这就是个戏精。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精神疾病并不是靠这些因素确定的。江离安心的叹了口气，离开了医院。你看，这就是之前全网很火的那个林婉婉，她居然疯了。这不就是……江离走在街上，耳边响起那些关于林婉婉的评论，还有新闻播报。知名网红林婉婉向法院提交申请，宣称自己有精神疾病，全网都炸了。太恶心了吧！犯了罪就装疯，之前害人的时候怎么不疯？这种人就算真的疯了，也应该关起来。他害我的时候心思缜密，清醒得很，怎么可能疯呢？林婉婉，你这点小把戏根本不堪一击。没过多久，相关结果就出来了。经过前面的流程，这件事终于有了明确说法。结果公开后，后面的事情也开始一步步往下推进，整件事也终于有了新的进展。那天我也到了现场，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此时的林婉婉早已没了之前精致张扬的模样，整个人显得很是疲惫。顾泽宇站在他旁边，始终低头不语。紧接着现场公开了几份关键材料，其中也提到了顾泽宇之前交代的内容。在最后陈述的时候，林婉婉哭着看向我，不停地道歉。江离，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害你，求你原谅我，求大家给我一次机会。我坐在原告席上，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半分动容。法官当庭宣判了结果，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林婉婉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被告席上。我看着他们两个，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前世的仇我终于报了。判决生效之后，我回了乡下外婆家，外婆看到我笑得合不拢嘴，给我做了一大桌子我爱吃的菜。大花因为每天吃得多，奶水特别足，生的10几只小猪仔，个个都长得膘肥体壮，健健康康的，是全村长得最好的小猪。我笑着摸了摸大花的头，她哼唧着蹭了蹭我的手，温顺得很。我扣下她脖颈上的玉佩，前世就是这枚玉佩毁了我的人生，这一世她虽然帮我报了仇，可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罪恶。我举起锤子，没有丝毫犹豫，狠狠砸在了玉佩上。热量互换系统已解除，绑定关系彻底断开。随着系统音消失，我心里的最后一点执念也彻底放下了。前世的恩怨随着玉佩的粉碎彻底烟消云散了。从今天起，再也没有什么系统，再也没有什么仇恨，我可以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事业中，我去参加了张导那部古装剧的试戏，凭借着扎实的演技和完美贴合角色的气质，成功拿下了那个我前世错失了的女配角色。进组之后，我每天认真琢磨剧本，打磨演技，不管是吊威亚的打戏，还是情绪饱满的哭戏，我都完成得非常好。半年后，这部剧正式开播，收视率和播放量一路飙升，我饰演的那个美强惨的女配角更是圈了无数的粉。观众都被我的演技和颜值折服，相关的话题接连不断地冲上热搜，各种品牌代言、剧本邀约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那些被林婉婉抢走的名声、荣誉、机会，我全都一点一点地拿了回来，甚至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我再也不是那个活在林婉婉阴影里，被她随意拿捏的江离了。我靠自己的努力，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离离终于出戏了。我抱着外婆，眼眶也红了。我活在了阳光下，有热爱的事业，有健康的身体，有爱我的家人。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会为自己而活，活得热烈，活得坦荡，活得精彩。至于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他们早已被我丢在了身后，困在自己造的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他们应得的结局。